我是顶级炎香师顾衍，熬3天3夜调完高定香方，猝死在实验室，再睁眼成了大金顾家嫡世子。就见小姑娘叉腰骂我短命鬼，美夫人端药假哭，眼底全是藏不住的算计。你这短命鬼怎么还不死？害我和我娘守了1天1夜，冻得我手都僵了。死了正好，世子卫就是我弟弟的。瑶儿别胡说，世子爷只是贪玩落了水，醒了就好。来，这是我亲手熬的姜汤，快喝了驱寒，别落下病根。这汤你自己喝吧，你天天装贤良，比我更需要补。世子爷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我好心熬汤，你怎么能这么糟践人？你敢凶我娘！我爹说了，以后这个家都是我娘当家，你不过是占着世子位的废物，还敢摆架子！废物！你一个妾室生的女儿也配教嫡世子做事？我就算落了水，也是顾家名正言顺的嫡子，轮得到你们上蹿下跳？妾身好心当成驴肝肺呀！世子爷醒了就拿我撒气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哭什么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怎么你了。我刚落水醒，你就给我喂加了附子的汤药，是怕我死得不够快。你胡说，什么附子？我根本不知道。要不要我拿着这个去请大夫来验？要是验出有附子，你说我爹是信你还是信证据？你少栽赃我娘，肯定是你自己家的，就为了冤枉我娘。哦，那你头上这只珍珠簪，怎么跟我落水时抓的那只一模一样？我娘说这是她的陪嫁，怎么到你娘头上又到你头上了？这是我娘给我的，不是你的。逆子，你醒了就撒野，把你庶母推倒在地，还打碎汤药，谁教你这么不懂规矩的？顾明远这偏心眼的德行，跟我前世那个靠我妈家上位转头就外拐的爹一模一样。他要是不分青红皂白动手，我正好把所有证据都摊开，省得以后麻烦。我问你话呢，哑巴了！你庶母好心照顾你，你就是这么回报她的？我没推她，是她自己坐地上哭的。还有，她给我喝的汤药里加了附子粉，长期喝可是要人命的。她说的是真的？你给汤药里加了附子？老爷，你别信他，妾身怎么敢做这种事？肯定是世子爷醒了，心里有气，故意栽赃妾身，妾身冤枉！你要给我娘做主啊！哥哥他就是讨厌我和我娘，故意冤枉我们。你听见了？你庶母一向温顺贤良，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？我看你就是胡闹，赶紧给你庶母道歉。温顺贤良？那这枚簪子怎么说？这是我娘的陪嫁，怎么会在柳如月头上？我落水的时候手里抓着的就是这只簪子。你说是谁把我推下去的？这怎么会在你手里？我被人推下湖的时候，下意识抓了对方的头发，把这只簪子抓下来了。整个顾府除了柳如月，谁还敢戴我娘的陪嫁簪子？你说，到底是不是你推的世子？老爷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是世子爷自己不小心掉下去的，簪子是我捡到的。那汤药呢？要不要现在请大夫来验？要是验出有附子，你就自己去衙门自首吧。够了！柳如月看管世子不力，罚禁足1个月，抄女戒100遍。这事儿到此为止，谁也不许再提。谢老爷开恩，谢老爷开恩。你也别闹了，好好养身体。再过3个月就是世子册封礼，等册封完就让柳如月掌家。你以后安分点，别再给我惹事儿。这个世子之位爱谁谁吧，可真够恶心的。明远啊，眼儿醒了就好。世子册封礼的事儿，我已经跟礼部打过招呼了。再过3个月，肯定能办得风风光光的。咱们顾家以后就靠眼儿了。多谢三叔费心，这孩子就是有点皮，以后还要三叔多提点。三叔，爹，我有件事要说。有什么事等你养好了身体再说。没看见三叔在这儿吗？这个世子之位，我不要了。你说什么胡话？世子之位是你这个嫡子应得的，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？逆子！你再说一遍，世子之位是你说不要就不要的，你是不是落水把脑子淹坏了？我说这个世子之位我不要了，你们想给顾明玄就给他，我不稀罕。我以后要做香庄生意，跟顾家没关系。你这个不孝香庄是妇人的建业，你一个世家世子去做这种事，是要丢尽我们顾家的脸吗？世家世子，我这个世子在你眼里不就是用来吸苏家血的工具吗？你靠着我娘的嫁妆和苏家势力才做到今天的位置，现在坐稳了，就想把我娘和我踢开，扶你的宝贝儿子上位，真当我看不出来？明远，言儿说的是真的，你真的想换世子？三叔，你别听他胡说，
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，是他自己胡闹，不想当世子要去做什么香妆生意。我是不是胡闹，你心里清楚。从今天起，我和我娘的事儿不用你管，世子之位你爱给谁给谁，我不伺候。京城里对我的议论愈演愈烈，可我一点都不在意。我已经派人去苏家送信，告诉苏红我要做香妆生意的事。我知道苏红一开始肯定会反对，但我有信心说服她。毕竟香妆的利润比苏家做的绸缎生意高太多了。你个混小子，放着好好的世子不当，要去做什么香妆生意？那是夫人的建业。爹，你要是敢去，你别我就打断你的腿。妍儿她肯定有自己的想法，你听她好好说。外祖父，你先别生气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这是什么香？我闻了怎么不渴了？这是我调的清润香，里面加了川贝、百合和少量的沉香，能润肺止咳，对哮喘有缓解作用。你还会调香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以前闲着没事研究的。除了清润香，我还能调几十种不同功效的香，有安神的、提神的、暖宫的，还有能当护肤品用的香膏。外祖父，你看，咱们苏家绸缎月例才500两，我调的清润香成本不到1000，卖5两一瓶，京城月销200瓶就赚1000两，再加上其他香品，1个月最少能赚3000两。真的能赚这么多？我已经试过了。昨天给丞相家的小厮送了一瓶清润香，他回去给丞相夫人用了。今天一早就派人来问，说要订10瓶，还问有没有其他功效的。好外孙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本事，不就是做香妆生意吗？我给你5万两银子，再把苏家在京城最繁华的街头那家铺子给你用。疯了，都疯了！苏家的脸都要被你们丢尽了，一个两个都去做建业，我看你们能撑多久！我懒得理会顾明远的叫骂，拿着苏红给的启动资金，便开始筹备香铺的事。我先去了趟苏家的库房里，选了最好的香材，又找了苏家最靠谱的老掌柜林掌柜帮忙，准备先推出第一款香——留仙香。柳如月禁足了1个月，刚出来就想搞事，故意毁我的香材。正好我将计就计，让他那宝贝儿子当众出丑，看他还敢不敢瞎蹦跶。轩儿，一会儿你去哥哥的偏院玩，看见什么好玩的就拿，不用怕他。你爹说了，以后这个家都是你的。娘放心，我肯定把他的东西都弄坏，看他还怎么开香铺。明远啊，你这小儿子怎么弄成这样，跟个小花猫似的？小孩子不懂事，贪玩。爹，你看，我把哥哥的香粉都弄坏了，他开不了香铺了。逆子，谁让你去碰你哥哥的东西的？是娘让我去的，娘说哥哥东西都是我的，让我随便玩。让各位见笑了，是我教其无方，教其无方。爹，既然弟弟这么喜欢我的香粉，那我就把这些都送给他吧。不过我放在库房里的沉香被人换成了朽木，不知道是谁干的。我已经报官了，顺天府的人应该很快就来了。报什么官？都是一家人，肯定是下人弄错了。我给你再买一批沉香就是了。哦，原来爹知道是谁干的，那正好省得顺天府的人来了麻烦。这批沉香一共3000两银子，爹现在给我吧。好，我给你3000两，你以后不许再提这事儿。爹放心，我肯定不说。不过下次要是再有人动我的东西，我就不是要银子这么简单了。国子监的学子们天天显示骂我不务正业，说香妆是贱业。没关系，等他们的亲女排着队来买我的香，他们就知道什么叫真香了。大家别买他的香，他是顾家的不孝子，放着世子不当来做建业，肯定是想骗钱。公子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他们这么闹，咱们的香都卖不出去了。别急，等他们来买了，自然就知道好不好了。顾公子，我家夫人上次用了你给的清润香，觉得特别好，让我来订10瓶清润香，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香。这是我们刚推出的留仙香，
香味清雅，留香能有3天，还能安神助面，夫人肯定会喜欢。好香，比市面上的香好闻多了。这个留仙香我要20瓶。还有没有能涂脸的香膏？我家小姐最近皮肤干，想要点滋润的。这是玫瑰香膏，涂在脸上能滋润皮肤，还能留香味，1瓶只要10两银子。好，这个我也要10盒，一共多少钱？我直接给你银子。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听说千香坊的香特别好，丞相家小姐都买了，你快给我买2瓶留仙香，我身边姐妹都有，就我没有。公子，咱们今天一共卖了3200两银子，光是留仙香就卖了120瓶，比绸缎铺1个月赚的都多。这才刚开始，明天我们推出限量款，每天只卖50瓶留仙香，价格涨成8两银子1瓶，肯定更抢手。顾衍那小子的香铺第一天居然卖了3000多两，我辛辛苦苦干1个月才几十两俸禄，竟连他一天赚的零头都比不上。我当初明明是想毁了顾衍的香财，谁知道反倒让他赚了这么多。我得再想过个法子，绝不能让他这么得意下去。三叔，各位族老，衍儿开香铺赚了点钱是好事，但世家子弟做商贾建业，传出去丢咱们顾家的脸。我看不如把香铺收给族里打理，赚的钱补贴族中学子，也算衍儿为家族做贡献。明远说的对，族里养你供你读书，你的产业本来就应该归公。哦，爹要收我的香铺，可启动前是外祖父给的5万两，铺子是苏家私产，香是我调的，跟顾家无关，凭什么收？你是顾家嫡子，你的产业和你娘嫁妆都是顾家的，我是你爹，还管不了你了。老爷，婚书明写嫁妆是我私产，这些年你拿了多少补亏空，你清楚。既然爹觉得我的是顾家的，我娘的也是顾家的，那这个家我分定了。这是分家文书，我和我娘自愿脱离顾家，从此以后，我们的事跟顾家无关，顾家的事也跟我们无关。香铺是我和苏家的，我娘的嫁妆我们全部带走，顾家的一针一线我们都不碰。混账！分家是大事，你怎么敢说分就分？我不敢。这账本记着顾明远这些年拿我娘嫁妆补官场的每一笔亏空，每一笔都有他的私印。这是我落湖时目击丫鬟的供词，是柳如月推的我。你们要是不同意分家，我现在就把这2样东西送到顺天府，咱们看看最后谁丢脸谁丢官。好，我们同意。你和你母亲脱离顾家，以后两不相干，赶紧签字。多谢爹和各位族老通情达理，明天我就和我娘搬出去，以后顾家的门，我们再也不会踏进一步。衍儿真的长大了，我忍了15年，以为这辈子都要耗在这个吃人的地方，今天终于能走了。渣男爹为庶子腾世子位，竟将我和母亲出顾府当众羞辱。顾明远宠柳如月15年，以为我们会流落街头饿死，可笑！我外祖父是江南第一皇商苏家主，今日便让全京城看看，离开这顾府我们有多风光。都看清楚了啊！这是我们顾家不要的人，以他们是死是活，跟我们顾府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对，这顾家也太缺德了吧！苏夫人当年带了半成嫁妆嫁过来，顾大公子上月还免费给咱们发防疫箱呢，这么好对成不要的？可不是吗？柳如月那个妾室反正的心就是黑。我苏红的外孙和女儿，轮得到你们顾家的狗腿子作践？把行李都搬上马车，谁敢碰一下，直接打断手！嫣儿，娘当年嫁进顾府，连个单独的小院子都捞不着，临老了还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。娘，以后咱们就在这儿住，再也不用看顾明远的脸色。我已经把旁边3间铺面都盘下来了，香铺要扩大3倍，以后咱们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。顾公子的留仙香我用了半个月，连宫里的上香局都托我来买呢。今天我订20盒，给宫里的娘娘们都送一份。掌柜的，今天营业额破5000两了，还有20多笔预订单都排到下个月了。孽障！他一个被赶出府的孽障，凭什么住朱雀大街的宅子？凭什么香铺能火成这样？老爷别急，我已经买通了他铺子里一个伙计，等拿到香方，咱们开个更大的香铺，把他往死里挤。你只要把顾衍的留仙香香方偷出来，还帮你找个管账的好差事，保证比在他那儿当伙计强100倍。我早料到柳如月会来这一手，故意把改了2味药的假香方放在抽屉，让那伙计无意间看见。等他拿着假方开铺，卖的香既无留香，还会让人起红疹。届时全京城贵妇找上门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收场。柳如月以为买通伙计偷张香方就能抢我生意，简直蠢得无可救药。调香讲究君臣佐使，我故意把抗过敏的白薇换成苍术，
这娇娇贵女用了碧起红枕，她急着捞钱，连10箱都省了。这份大礼她可得好好收着。你看那臭小子还藏得严实，这不还是落到我手里了？明天就找最好的制香师傅赶工，在他铺子对面开一家如月香铺，卖他1半的价。我要让他的清芳坊半个月就关门。是是是。顾衍啊顾衍，你跟我斗，还嫩了点儿。你这黑心的毒妇！我昨天用了你家的香，今天脸肿成这样，明天我还要去参加皇后的赏花宴，你赔我银子，赔我名声。我家姑娘用了之后，浑身痒了1夜，去顺天府告他，让他坐牢。不可能，我的香方跟清香集的一模一样，肯定是你们自己皮肤娇贵。各位小姐，柳夫人的香方确实不是我家的，我家流仙香加了白薇和甘草防过敏，她的方子里反而加了刺激性的苍术，敏感肌用了当然会过敏。我用顾公子的香快2个月了，从来没出过问题，这摆明了是你偷了假方子害人。我们接到17家官宣的报案，你卖劣质香致人损伤，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，该赔的赔，该罚的罚，别耽误功夫。你个蠢妇，偷香方都偷个假的，2万多两，我3年俸禄都赚不到这么多，你是不是想把顾家赔垮？公子这招太绝了！柳如月这次不仅赔了2万多两，还把名声搞臭了，以后谁还敢买他的东西？他要是聪明就该消停点儿，要是还敢来惹我，下次就不是赔钱这么简单了。柳如月挨了打，赔了2万多两，还不死心，竟造断人活路的阴毒谣言，说我乡里家麝香害女子不孕。我早攒了他偷香方，推我下湖，挪用嫁妆的厚厚黑料。既然他还不老实，那这次就新账旧账一起算，让他再也蹦跶不起来。诸位有所不知啊，那清香坊的顾公子看着人模狗样，乡里居然偷偷加了麝香，女子用了不出半年，铁定怀不上孩子，这心思可太歹毒了。公子，这才3天就退了180多单，12家合作的胭脂铺都来问要不要下架，再这么下去，咱们刚站稳的脚跟就要垮了。别急，你去告知12家胭脂铺，无偿各送100瓶流仙香供老客试用，但凡试用后身体不适，咱们便赔付100两银子。你再将柳如月的罪证收好，送往王御史处呈交查办。简直岂有此理！朝廷命名家眷，居然敢做这种下作事，造谣害人，还意图毁人饭碗。你放心，本官最恨这种耍阴招的老实人受委屈，这就递折子进宫，一定给你们讨个公道。顾大人治家不严，害公子被泼脏水，陛下动怒。柳氏造谣卖劣香，杖责20，禁足半年，你罚俸1年，吏部侍郎以任暂缓。我都用了顾公子的香3个多月了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之前柳如月卖假香，害我脸肿得像猪头，我还没跟他算账呢，居然敢造顾公子的谣。以后我家的香全在清香坊买。我试用了3天，不仅没不舒服，睡眠都好了。人家敢承诺不是赔100两，肯定是真的。之前居然信了谣言，我得多买10瓶。哎，那是什么香？竟有如此多人排队，我也不知，看着倒不错。林掌柜，我是胭脂铺的，之前的货卖完了，我们再订一些。1 4得4，2 4得8，3 4 12。经此一事，清香阁彻底在京城站稳脚跟，连宫里都遣人来订御用供香。曾经被偏心父亲苛待、庶母算计的恶气，今日总算出了大半。我和母亲的日子，终于要彻底好起来了。我冤忍了顾明远10年，为了我一直委曲求全。现在顾明远升官黄了，居然还敢拿我娘撒气，正好这次让我娘彻底硬起来，以后再也不用看他的脸色。都是你教出来的好孽种，把黑料捅到御前，毁了我3年才盼来的侍郎位。我现在官升不了，还被罚1年俸禄，你满意了？你还有脸来给我送茶？老爷，是柳如月先造谣害人，眼儿只是据实上报，没有错。你还敢顶嘴？我看你们俩就是合计害我，今天我非打死你！你敢动我娘一下试试？反了，真是反了！你个被赶出府的逆子，居然敢管老子的事儿！我今天连你一起打！顾明远，我忍了你10几年，当年你连50两聘礼都凑不清，我带20万两嫁妆和苏家人脉助你从7品升到3品，你纳妾、苛待我和眼儿，赶我们出府，我都忍了。如今你竟要打我，我受够了。这上面记着你10年拿我15万两嫁妆打点上官，还有收淮南盐商3万两帮人脱罪的字据，全是你亲手盖的印。你再敢对我和眼儿说重话，动一根手指，我明天就送督察院，
看你官帽和命哪个重要。是我错了，气我糊涂了，我不该再对你发脾气，你别生气。这些账本你收起来，以后我再也不找你们的麻烦了，好不好？别叫我婉娘，我嫌恶心。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，以后我们母子的事你少管，你的事我们也不稀罕管。要是再敢来惹我们，咱们就鱼死网破，谁都别好过。燕儿，娘活了30多年，以前都是为你活，为顾夫人的名头活，今天才觉得是为我自己活的。娘，以后咱们再也不用受委屈了，咱们想怎么过就怎么过。顾明远没了苏家的支持，在官场上寸步难行，现在居然想来求我们回去，真可笑。当初他把我们赶出来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今天？有些伤害，不是一句道歉就能抹平的。你去告诉眼儿和婉娘，就说我来看他们了，跟他们赔罪。我家公子说他和夫人不想见你，你请回吧。你再去通报一声，就说我知道错了，以前都是我糊涂，求他们跟我回去。世子之位永远是眼儿的，以后家里的事儿都由婉娘做主。是啊，姐姐，以前都是我不好，你就跟老爷回来吧，以后我肯定好好伺候你。赔罪？不必了。当初你把我们赶出来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赔罪？现在用得着我们了，就来求我们回去，你当我们是什么？眼儿，爹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爹这一次吧。咱们毕竟是一家人，血浓于水啊。血浓于水。你当初想把我娘的嫁妆拿出来当公产的时候，你想换世子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血浓于水？现在你官做不下去了，就想起我们是一家人了，晚了。顾明远，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任你拿捏的苏婉了，我现在过得很好，不想再回那个吃人的家。你以后别再来了，我们不会见你的。关门，以后他们再来，直接轰出去，不用通报。哎呀，这就是顾家呀！娘，都怪你，当初非要惹哥哥，现在好了，我们都成了京城的笑柄了。顾明远被拒之后，居然买通了市属的官员来封我的香铺，真可笑。我之前给张女士调的暖宫香，皇后用了特别满意，这次正好让他们知道合法合规做生意，官方会给我撑腰。把店门关上！我们接到举报，说你们的香不符合规范，还加了违禁成分，现在要封店检查。王大人，误会啊！我们的香都是正经材料做的，怎么会有违禁成分？您再仔细看看。哼，少废话，封店，把里面的香都搬出来检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谁在这里闹事？下官接到举报，说这家香铺的香有问题，正在封店检查。胡说八道！这家香铺的香是皇后娘娘指定要用的，我今天就是来取皇后娘娘订的暖宫香的。你说有问题？难道你是说皇后娘娘用的香有问题？下官不敢，下官不知道这是皇后娘娘要用的香，是下官糊涂，下官这就撤。你不仅糊涂，还贪赃枉法。顾公子已经把你收顾明远银子的证据送到了顺天府，你就等着被查办吧。顾公子，皇后娘娘用了你调的暖宫香，觉得特别好，特意下了懿旨，让你的清香坊成为宫廷供香商，以后宫里的香都由你家供应。这是懿旨，你收好。多谢张女士，多谢皇后娘娘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顾衍的香是皇后娘娘都在用的，肯定不会有问题。而且我们用的是和皇后娘娘一样的香。哎，是啊，连江南的富商都特意来京城订货，您看看。顾明远听说王大人被抓了，我还成了宫廷供香商，吓得赶紧躲在家里，门也不敢出。我的相亲坊也开始一步步的步入了正轨，越来越好了。多亏了有宫里的照拂。顾明远的政敌李侍郎来找我，想让我把顾明远的贪腐证据给他，好整垮顾明远。正好我手里还有李侍郎自己贪腐的证据，这次让他们两个狗咬狗，谁都别好过。顾公子，我知道你恨顾明远，他对你和你母亲都不好，只要你把他贪腐的证据给我，我就帮你出证，让他丢官罢职，再也不能欺负你们母子。李大人，这是顾明远这些年收受贿赂、卖官鬻官的一半证据，剩下的一半等你扳倒之后我再给你。好，太好了，顾公子放心，我肯定帮你出这口气。
李侍郎迫不及待的就拿着顾明远的证据，在朝堂上弹劾顾明远，说他贪赃枉法、治家不严，还把柳如月推我下湖的事也说了出来。皇帝本来就因为之前的事对顾明远有意见，看到证据之后龙颜大怒，当场就要把顾明远下狱。结果就在这时候，督察院的御史站了出来，拿出了李侍郎贪腐的证据，说李侍郎自己也贪了10几万两银子，还抢了别人的田地，逼死了2条人命。皇帝更生气了，当场下旨把李侍郎和顾明远都停职反省，让督察院彻查他们的贪腐案。退朝。公子，咱们这个月的营业额已经突破5万两了。江南的客商订了1万瓶香，说要卖到江南各个府去，还有海外的商人也来打听，想把咱们的香卖到海外去。好，跟江南的客商说，以后他们的订单我们优先供应，海外的生意我们慢慢谈，不用急。顾明远被停职反省，四处求人都没人帮他，现在居然来求我在皇后面前替他说好话，真可笑。他欠我和我娘的，必须先还清，想让我帮忙，门儿都没有。你去告诉妍儿，就说我有要事找他，求他见我一面。我家公子说他跟你没什么好说的，你请回吧。妍儿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就见我一面吧。我真的有要事找你，你要是不见我，我就站在这里不走了。妍儿，爹知道错了，以前都是爹糊涂，对不起你和你娘。你就看在咱们父子一场的份上，在皇上面前替我说说好话，让我官复原职吧。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想让我帮你也可以，不过你得先把欠我们的还了。还，我肯定还。你说欠多少，我都还。你这些年拿了我娘不少嫁妆银子，还有你苛待我们这么多年的精神损失费，一起算你20万两，好吧？另外，你得去顾氏祠堂，当着所有族老的面给我娘磕3个头，道歉认错。20万两，我哪里有这么多钱？还有，当着族老的面磕头道歉，我以后还怎么做人？你要是做不到，那就免谈。你自己想想，是你的面子重要，还是你的官位重要？好，我答应你，20万两我给。3天后，我就在祠堂给婉娘磕头道歉。行，我等着。要是你敢耍花样，后果你知道。老爷，你真的要给他们20万两，还要当着族老的面给苏婉磕头，这太丢脸了。你懂什么？要是我丢了官，咱们一家都得喝西北风，不就是磕头吗？磕几个头就能保住官位，值了。柳如月不甘心，想在道歉当天上吊装死，逼我娘让步，真可笑。这种1哭2闹3上吊的把戏我见多了，今天就让他在所有族老面前社死，看他以后还怎么装。我不活了！苏婉逼死我了，他抢了我的位置，还要逼死我！我死了算了！柳氏，你别冲动，有话好好说。柳氏，把他脚下的凳子撤了，让他吊一会儿，正好醒醒脑子。是。救命！救命！我不想死！各位族老，你们都看见了，他就是装的，想逼我娘让步。他这种把戏我见多了。明远，你看看你纳的好妾，居然在祠堂里装死闹事，太丢我们顾家的脸了。这等下三滥手段留不得，祠堂都敢闹，休了吧，他休了吧。好，我休了他。今天我就写休书，把他赶回乡下老家去。老爷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别休了我。拿着休书，立刻滚回乡下，以后再也不许回京城。婉娘，
妍儿，我已经把柳如月休了，以后家里再也没人惹你们生气了。你们什么时候搬回来住？以后家里的事儿都由你做主。搬回去不急，咱们先把账算清楚。我娘当年嫁过来的时候，带了20万两嫁妆，还有10里红妆。这些年你一共拿了15万两去打点官场，剩下的5万两，还有那些古董字画，都被你偷偷卖了，给柳如月买首饰、买宅子了，有没有这回事？还有，顾家现在的家产一半都是我娘的嫁妆赚来的。按照大晋的律法，妻子的嫁妆带来的收益归妻子个人所有。今天当着族老的面，我们把家产分清楚，以后咱们两清。明远，妍儿说的对，苏婉的嫁妆确实带来了不少收益，分一半家产给她也是应该的。你就同意了吧，免得闹到衙门去，大家脸上都不好看。好，我同意，分一半家产给婉娘。妍儿，这些都是娘的嫁妆，没想到居然还能拿回来。娘，这本来就是你的，当然要拿回来。长平公主是皇帝最宠爱的女儿，听说我的留仙香特别好闻，就特意派太监来清香坊，让我把留仙香的配方献给她，以后留仙香只供公主府使用，不许卖给别人，还说要是我不同意，就封了我的香铺。顾公子，公主殿下看上你的留仙香是你的福气，你把配方献出来，公主殿下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要是你敢不同意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，封了你的香铺。公子，要不咱们就把配方给公主吧，得罪了公主，咱们可没好果子吃。回去告诉公主殿下，配方我不能给，留仙香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是所有喜欢香的人的，我不能只供她一个人用。要是她想买香，随时可以来买，要多少有多少，但是要垄断配方，不可能。你敢拒绝公主殿下？你等着，我回去告诉公主，看她怎么收拾你。公子，你怎么能拒绝公主啊？她要是真的封了咱们的香铺，咱们怎么办啊？别急，我有办法。咱们明天就推出平民款的线香，香味和留仙香有70%相似，成本只要3文钱，卖10文钱一支，普通百姓都买得起。我要让所有人都能用得上好香，看他怎么垄断。第二天，清香坊就推出了平民款的百姓香，10文钱一支，香味清雅，还能驱蚊提神。刚上架就被抢空了，当天就卖了10万支，好多普通百姓都排着队来买，说终于能用得起和贵女一样香的香了。长平公主听说我不仅不给她配方，还推出了10文钱一支的平民香，气得差点摔了茶杯。她本来想垄断留仙香，显得自己与众不同，结果现在连普通百姓都能用得上类似的香，让她觉得特别没面子。这个顾衍太不给我面子了，我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公主殿下，您别生气，顾衍的香是皇后娘娘都在用的，您要是找他麻烦，皇后娘娘那边不好交代啊。长平公主不甘心，居然在宫宴上抹黑我的香，说我的香劣质，闻着头晕。正好，我给皇帝调的提神香正好派上用场，让皇帝亲自给我证明，看他还有什么话说。你们别买顾衍的香，都是劣质材料做的。我上次闻了一下，头晕了好几天，肯定加了什么不好的东西。红妹，你说的是真的？顾衍的香皇后一直在用，怎么会劣质？皇兄，我说的是真的，我上次真的闻了他的香头晕，肯定是他的香有问题。你应该下旨封了他的香铺，免得他害更多的人。陛下，草民的香都是正经材料做的，绝对没有问题。草民最近调了一款提神香，陛下每天批素折到深夜，点上一支，能提神醒脑，缓解疲劳。陛下可以试试。好香，确实提神。朕刚才批奏折还有点累，现在一下子就精神了。顾衍，你这款香不错，以后宫里的提神香都由你供。皇兄，我……好了，别说了。顾衍的香是正经好香，以后不许再胡说八道。第二天，皇帝赐牌匾的事就传遍了整个京城。听说了吗？皇帝都赐匾了，快！大家都知道我的香是皇帝都在用的，肯定是最好的。来买香的人更多了，
就连周边的县城都有人特意来清香坊买香。顾明瑶在乡下过不下去，偷偷跑回京城，想认回我这个哥哥，让我给他找婆家，给他银子，真可笑。当初他跟着柳如月欺负我和我娘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有今天？想攀附我，门都没有。我是顾衍的妹妹顾明瑶，我从乡下来看我哥哥和我母亲的，你快让我进去。我家公子说，他只有一个母亲，没有什么庶妹庶弟，你请回吧。哥哥，我是你妹妹啊，你怎么能不让我？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对，我给你道歉，你就让我进去吧。我在乡下过得太苦了。把他轰走，以后再敢来就报官。这是谁家的姑娘啊？不知道啊。拿着这些钱回乡下吧。掌柜的，我会干活，什么苦都能吃，你就招了我吧。我不要工钱，只要给我一口饭吃就行。顾明阳混进香铺偷配方，以为我没发现。正好，我把驱蚊香的配方改了几个成分，加了点招蚊子的东西，让他偷去卖。到时候看他怎么收场。顾明瑶在香铺里干了几天活，终于找到了机会。他趁着林掌柜不在，偷偷打开了柜台的抽屉，拿出了我放在里面的新品香方，偷偷抄了一份，然后连夜卖给了京城最大的香铺留香阁的老板。太好了，这次肯定能抢不少清香坊的生意。顾衍啊顾衍，你没想到你的香方会被偷吧？你这黑心商贩卖的什么破香？我点了之后，蚊子都快把我吃了。你赔我银子，赔我精神损失费。大家都别买他家的东西，我这瓶根本点不着。我这也一样，痒死我了，退钱！不可能啊，这是清香坊的新品香方，怎么会招蚊子？肯定是你们自己家里蚊子多。胡说！各位乡亲，这个香方不是我们清香坊的，我们的新品香还在测试，根本没上市。这个香方里加了点甜橙花和蜂蜜的成分，都是招蚊子的，点了当然会招蚊子。原来你卖的是假香！你还敢冒充留香阁的制品？留香阁的老板被顺天府抓了起来，还罚了他5000两银子。留香阁也差点倒闭。顾明瑶听说留香阁的老板被抓了，吓得赶紧拿着银子跑路，结果刚出城就被顺天府的差役抓住了，把他的500两银子都没收了，把他赶回了乡下。顾明瑶回到乡下，屁股上的伤还没好。柳如月看见他没拿到钱，气得骂了他一顿。顾明瑶坐在地上哭，心里又悔又恨，却又无可奈何。顾明远为了升官，居然想把我娘送给老王爷当妾，真以为我们母子还是当年任他拿捏的软柿子。这次我不仅要揭穿他的真面目，还要彻底断了他的升官路，让他知道欺负我们的代价。王爷，下官的前妻苏婉今年才30多岁，长得漂亮，还会管家。要是王爷不嫌弃，下官愿意把她送给王爷当妾，以后下官肯定为王爷马首是瞻。哦，你说的是真的？要是真像你说的那么好，本王就纳了她。侍郎的位置，本王会帮你争取的。多谢王爷，多谢王爷，下官这就回去准备把她送过来。婉娘，我跟老王爷说好了，把你送给他当妾，以后你就是王爷的人了，吃香的喝辣的，比跟着我强。你赶紧准备准备，3天后我就送你去王府。顾明远，你疯了！我跟你已经分家了，我不是你的妻子了，你凭什么把我送给别人？你就算跟我分家了，也是我顾明远的前妻，我让你嫁你就得嫁。你要是不同意，我就把你和衍儿的名声搞臭，让你们在京城待不下去。大家快来看啊！三品通政使顾明远为了升官，要把自己的前妻送给老王爷当妾，卖妻求荣，简直无耻至极！逆子，你敢坏我的好事，我打死你！打我？你卖我娘，我还没找你算账。今天我就让所有人都知道你顾明远是个什么东西。王爷，草民是苏婉的儿子顾衍，我母亲已经和顾明远分家了，不是他的妻子了。
他没有权利把我母亲送给任何人。而且我母亲已经立誓，以后再也不嫁。希望王爷不要被顾明远骗了。顾明远，你前妻都跟你分家了，你还敢把她送给本王？你是想耍本王吗？王爷，下官错了，求王爷恕罪。也配当官？本王会告诉陛下，你的侍郎位置想都别想。顾明远卖妻求荣的事传遍了京城，言官们纷纷弹劾他。正好，我手里还有他所有的贪腐证据，这次一起交上去，让他彻底翻不了身，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皇帝本来就因为之前的事对顾明远有意见，看到这么多弹劾的奏折，心里更生气了，但还是想从轻发落，毕竟顾明远是他提拔起来的官员。我听说之后，直接把顾明远这些年所有的贪腐证据、卖官鬻爵的账本、勾结地方官欺压百姓的证词，还有他当年推原主夏胡的人证证据，全都整理好，递到了御书房。皇帝看到这么多罪证，顿时龙颜大怒。这个顾明远，胆子也太大了，居然贪了这么多钱，还害人性命，简直无法无天。顾明远贪赃枉法、卖官误廉、害人性命、卖妻求荣，罪大恶极，立刻削职为民，抄家充公，打入大牢，秋后问斩。逆子，你居然敢害我！你可是我儿子，我可是你爹！你害我推我下湖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是你儿子？你卖我娘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是你儿子？现在你知道我是你儿子了，晚了，你做的那些事，死有余辜。太好了，这个渣男终于遭报应了，以后咱们再也不用受他的气了。柳如月带着顾明轩和顾明瑶跪在我家门口，求我放过顾明远，还说当初推我下湖都是顾明远的主意，真可笑。当初他们欺负我们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放过我们？现在求我，晚了。顾公子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前都是我不好，求你看在明轩和明瑶还小的份上放过老爷吧，求你看在明轩瑶还小的份上放过老爷吧，他要是死了，我们孤儿寡母可怎么活呀？哥哥，求你放过爹爹吧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以后我们再也不敢了。小伙子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毕竟是你爹，就放过他吧。各位乡亲，我6岁的时候，柳如月把我推下湖里想淹死我，那时候她怎么没想过放过我？我娘的嫁妆被顾明远拿了15万两去打点官场，还想把我娘送给老王爷当妾，那时候他们怎么没想过放过我们？现在他们落难了，就来求我放过，凭什么？你说当初推我下湖是你自己的主意，怎么现在又说是顾明远的主意了？我这里有你当年跟你娘家哥哥写信的证据，你在信里说，只要把我淹死，你的儿子就能当世子，就能继承顾家的家产，有没有这回事？把他们抓起来！柳如月故意杀人未遂，还造谣生事、偷香方害人，一起打入大牢，等候发落。你不能抓我，我是你庶母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庶母，你也配？你害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你是我庶母？现在你知道你是我庶母了，晚了。妍儿，咱们是不是做得太绝了？娘，对坏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。他们当初害我们的时候，可没手下留情。现在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以后咱们就能安安稳稳过日子了。顾明远和柳如月在大牢里互相甩锅，狗咬狗，吵得不可开交。我根本没时间管他们。我的香妆生意越做越大，第10家分铺都开业了，赚钱都忙不过来，哪有空理烂人？都是你这个毒妇！要不是你推妍儿下湖，要不是你造谣她的香，要不是你偷她的香方，我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大场？都是你害的！你还好意思说我？要不是你贪赃枉法，要不是你想卖妻求荣，要不是你得罪了妍儿，我们怎么会被关进来？都是你害的，你才是罪魁祸首！都怪你们，要不是你们，我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我本来还能嫁个好人家，现在全完了。来，你们上麦场！来，有件事上场。
公子，咱们现在一共有10家香铺了，遍布京城各个角落，还有江南的5家分铺，每个月的营业额都有几十万两。现在咱们苏家的财富已经能排进京城前10了。这还不够，我打算把生意做到海外去，让咱们的香卖到卑撒、东瀛、南阳去，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用上咱们的香。顾公子，我是背刀的商人阿里，我在京城用了你的香，觉得特别好，想跟你合作，把你的香卖到别巴去。我保证，你的香在别巴肯定会特别受欢迎，能赚好多钱。好啊，我正想把生意做到海外去，咱们可以好好谈谈合作的细节。阿里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海外的生意肯定好做，以后咱们的香会卖到全世界去。公子说的香都这么好，肯定会大卖的。波梭商人要订10万盒香，给出的价格比国内高3倍，我可不满足于只赚这点钱，我要的是他的海上商路，以后苏家的货都能通过他的商路卖到海外去，这才是长久的生意。顾公子，这个价格已经很高了，你肯定能赚不少钱，咱们就这么定了。阿里先生，这个价格虽然高，但我有个更好的合作方案，咱们能赚更多的钱。哦，什么方案？顾公子请说。我不要你给我3倍的价格，我只要国内的价格，但是我要共享你的海上商路，以后苏家的所有货物，包括丝绸、茶叶、瓷器，还有我的香，都能通的商路卖到海外去。你只需要收取1成的运费，利润还是咱们5-5分。这样一来，你不用花太多本钱，就能赚更多的钱，我也能把更多的货物卖到海外去，咱们双赢。好，顾公子这个方案好，我同意，咱们就这么定了。我立刻就开始准备海外的货物，除了香之外，还准备了好多苏家的丝绸、茶叶和瓷器，装了整整3艘大船。1个月后，3艘大船从港口出发，开往波斯。好外孙，你真有本事！咱们苏家做了几10年的生意，从来没做到海外去过。你这次要是做成了，咱们苏家就能成为江南第1富商了。外祖父，这只是刚开始，以后咱们不仅要把生意做到卑巴，还要做到东瀛、南阳、欧洲。好，让全世界都知道咱们苏家的香和货物。好，外祖父相信你，你肯定能做到。皇帝要封我当正五品市舶司提举，管整个大境的海外贸易，这是多少人抢破头的位置。可我根本不稀罕，当官哪有做香自由，哪有做香赚钱？我这辈子只想做香，不想当官。顾言，你做生意有本事，还带动了咱们大境的海外贸易，朕很欣赏你。朕想封你当正五品市舶司提举，管整个大境的海外贸易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陛下，草民多谢陛下的厚爱，但是草民不想当官。当官太拘束了，草民做不来，也不想做。哦，你不想当官，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位置，你居然不想要？陛下，草民觉得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当官重要。草民调香能让百姓用上好香，能带动海外贸易，能给朝廷交税，不比当官的贡献小。而且草民自由自在惯了，不想被官职束缚。哼，好，说得好，人各有志，朕不勉强你。你不想当官，就好好做你的香。好外孙，有骨气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最重要。当官哪有做香自由？咱们苏家有钱，不需要你当官来撑门面。眼儿，娘支持你，只要你喜欢，做什么都行。婉拒朝廷任命的第2个月，我做了件震惊京城的大事，无偿公开100款基础香方，惠及全行业，还创办了调香学堂和女子工坊，为天下女子开辟出一条全新的谋生之路。公子，咱们公开配方那天来了300多个香铺老板，全行业都在传您是香业宗师，皇上特意赐了牌匾，还有10几个省的香商联名要拜您为师。垄断没意思，行业一起做大才是正经。告诉协会，下个月开行业大会，定标准，罚劣香，谁敢卖工业料害人，
直接逐出乡野。顾公子，我家小干开了8年都快撑不下去了，您这100个方子救了我全家老小，我以后再不卖假货，您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。顾言，你爹在大牢里病死了，你是嫡长子，必须回去披麻戴孝主持葬礼，不然全京城都会戳你脊梁骨，骂你不孝。他生我没养我，6岁把我和我娘赶后院吃残羹，9如月推我下湖，他装聋作哑，最后还想把我娘卖给老王爷当妾。这种人也配让我披麻戴孝？人死为大，你只是大不孝，要遭报应的。报应？他死在大牢里就是报应。三老爷还是请回吧，顾家的门，我这辈子不会再踏进一步。顾公子说的对，那种爹根本不配，卖妻求荣的玩意儿，死了都嫌脏地。燕儿，娘支持你，这10年我忍够了，今天起再不为那个家流一滴泪。3天后，顾明远的葬礼冷冷清清，连10个送葬的人都凑不齐，而我的调香学堂和女子工坊同日开张，门口排了3条街的人。顾公子，我爹娘没了，奶奶也病重，要不是乡亲坊管吃管装还教手艺，我就要去街上讨饭了。我一定好好学，将来靠自己手艺养活奶奶。起来，学好调香，将来你就是自己的靠山，不用讨好谁，不用看任何人脸色。燕儿，看着这些孩子能靠手艺立身，娘真的很为你感到骄傲。顾公子，皇上下旨封您为香叶宗师，赐金匾1块，准你免税3年。调香学堂的孤儿都记入户籍，归官府一同照看。咱们苏家3代人没做成的事儿，你一个人全做成了。从调香学堂每年招200个孤儿，女子工坊永远免费教手艺。咱们大晋的香不光要卖到全世界，更要让每一个想靠手艺吃饭的人都有一条活路。